在東方文化的深邃底處，没有任何生物能像九尾狐一樣，同時象徵着至高無上的神聖與扭曲的邪惡。從古代中国文獻中的神聖祥瑞之獸，到日本那須高原上散發毒氣的杀生石，這只神話野獸究竟經歷了怎樣的心靈崩潰與重構？透過3篇深入的學術論文，我們將揭開九尾狐在唐、宋、高麗和日本王朝中不斷變化的真實面貌。1. 中國從祥瑞之獸降格為紅顏禍水。根據張強的研究，九尾狐的形象並不總是如此声名狼藉。在先秦和漢代，九尾狐與麒麟、鳳凰並列為祥瑞之獸，它的出現象徵着子孫繁衍與王朝興旺。然而，在唐宋時期發生了劇烈的意識形態轉變。唐代的世俗化使九尾狐在《廣異記》等小說中不再是地理文獻裡的神聖象徵，它開始進入人類世界，幻化成人形並混跡於城市之中。此時，文學作品開始將狐狸的特質與女性的魅惑聯繫在一起，將九尾狐從守護者變成了潛伏的跟蹤。而宋代的儒家審判，隨着宋代理學的興起，社會對超自然現象的容忍度降低，學者們試圖為國家的衰落尋找替罪羔羊，便將亡國之痛投射到狐狸精身上。武王伐紂的故事正是將九尾狐與蘇妲己聯繫在一起，將其定義為放蕩的代名詞，威脅着男權社會的秩序。2. 在異國他鄉重生，九尾狐在中國、韓國和日本的性格分化。金榮義透過比較文化史研究發現，當九尾狐離開中國源頭時，他在鄰國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靈魂與民族情感。韓國，悲劇性的恨與未竟之願的人性。與中國渴望權力的九尾狐不同，韓國的九尾狐哭咪後顯得更加悲壯。傳說他們必須經歷100年的修行才能幻化成人，卻在最後關頭被人類背叛。這種悲劇性的未竟之願，反映了韓國文化中深沉的恨與掙扎，使九尾狐成為一個充滿人性、帶着哀傷的活生靈。日本，權力的擴張與宗教的守護者。日本展現了極大的包容性與矛盾性。一方面，受小說《封神演義》的影響，日本誕生了最強大的狐狸精玉造前，其力量足以動搖皇權。另一方面，日本將狐狸與道和信仰相結合。在神社中，狐狸被視為祈求豐收的守護神。這種守護者與破壞者共存的現象，是日本文化獨有的本土化特徵。自然恐懼，那須高原的火山活動會釋放出高濃度的硫化氫。古代人目睹了鳥獸在石頭附近神秘死亡。這種現實中的自然威脅被解讀為玉藻前戰敗後殘留的怨恨。宗教吸納，在南北朝時期，高僧圓融禪師舉行了擊碎毒石的儀式，試圖用佛法力量來化解這股惡意。自然恐懼，那須高原的火山活動會釋放出高濃度的硫化氫。古代人目睹了鳥獸在石頭附近神秘死亡。這種現實中的自然威脅被解讀為玉藻前戰敗後殘留的怨恨。宗教吸納，在南北朝時期，高僧圓翁禪師舉行了擊碎毒石的儀式，試圖用佛法力量來化解這股惡意。
這代表了九尾狐形象轉變的最終階段，從純粹的邪惡轉化為能夠得到救贖的怨靈，成為當地宗教景觀的一部分。結論：文明轉型的微觀世界。九尾狐綿延千年的演變，本質上是東亞文化從原始的自然崇拜走向高度道德化社會的過程。它曾是森林中神秘的神靈，後來成為男權社會對女性狡黠恐懼的縮影，最終在韓國轉化為對人性的渴望，在日本則凝固為景觀中的巨石。